她本是贵族出身的大小姐，却为了爱情选择放下这一切，跟随丈夫来到西部那片荒芜的土地上。她从此过上了艰苦的农家生活。随着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的出生，她也彻底与这片土地捆绑在一起。而她的大女儿西碧拉一直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生活，然而她却坚信自己能够通过写作改变人生，改变贫穷的生活。她每天都在文字和书本中徘徊，家里的亲人们都忙着外面的事情，而她却坐在钢琴前弹奏着她喜爱的乐曲，幻想着未来。母亲看不惯她现在的状态，毕竟家里孩子多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女儿该是时候承担起一部分责任了。于是她为西碧拉找了一份女佣工作，谁知她听后气愤地跑开，并说自己的理想并不是做什么佣人，她想要去追求新的知识，结识新的朋友，体验更广阔的世界。然而每天一睁开眼，她就不得不面对那些生活琐事。西碧拉厌倦了这一切，这不是她曾经憧憬的生活。直到1个月后，她收到了外婆的来信，外婆邀请她去家里小住，想让她开阔眼界，接触更广泛的世界。这封信无疑是西碧拉逃离现状的机会，她的心里顿时亮了起来，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前往外婆家的路程。当马车停在车站时，外婆家的管家弗兰克早已在等待她。西碧拉的出现让弗兰克愣住了，外婆和姨妈都是典雅高贵的女人，而西碧拉看起来却像个乡村小姑娘，整个人与这座富丽堂皇的家庭显得格格不入。来到外婆家，西碧拉被眼前的一切深深震撼，这里的富丽堂皇与她贫困的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那种巨大的反差让她一时有些迷失。看着姨妈吃饭时举止优雅，她也有样学样，拿起餐巾轻轻擦了擦嘴，生怕自己犯错。晚上她被安排在母亲曾经的房间里，看到母亲年轻时优雅美丽的面孔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她恨自己没有继承母亲的美丽，为什么自己会如此的丑？谁又愿意去爱她呢？然而姨妈温柔的安慰，世上的爱有很多种的，爱不会自己寻上门来，而是需要自己去探索的。接着姨妈把镜子盖上，叫她等1个月之后再看看那时候的自己。在外婆家，西碧拉的生活终于迎来了她梦寐以求的上流生活。每天早晨，仆人都会为她精心打扮，细心保养她那双因干农活而变得粗糙的双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西碧拉渐渐变成了一位举止优雅的淑女，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引起了管家弗兰克的注意。她经常送花给她，表示自己的爱意。西碧拉虽然表面上欢喜，但每当弗兰克离开后，她总是将花束随手丢弃。她心里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那天的午后，她在雨中欢快地唱歌，任凭大雨淋湿全身，直到她因感冒而生病。外婆严厉地批评她这是任性的后果，可她却不以为然，反而冷静地回答：如果你经历过干旱，你也会像我一样。他们的生活环境，外婆怎么会不知道？之所以这样，她才把西碧拉接过来，是想改变她的命运，让她嫁个有钱的人家。她不希望西碧拉走她母亲的老路。她提醒外孙女该考虑找一个合适的丈夫。然而西碧拉对婚姻的态度冷淡，她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些俗事上。这天，她兴致勃勃地坐在树上摘花，突然一个陌生男人闯入了她的视线。惊慌之下，她的梯子不慎倒下。那男人上前搭讪，还误以为她是新来的女佣，并故意和她靠得很近。西碧拉被这个男人莫名其妙的举动气得转身就走。1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，姨妈急忙掀开布帘让她看看现在的自己。她愣住了，原来自己也可以这么美。谁知今晚的宴会上竟又遇见了那个男人，原来他是舅舅朋友的儿子，名叫哈利。晚宴上，西碧拉找机会调侃哈利，他的眼中充满了得意的复仇喜悦，而哈利则一言不发，显然有些尴尬。晚餐后，西碧拉与管家弗兰克跳舞，那些平民酒吧的歌词令众人惊讶不已。他似乎还像小时候那样野性十足，毫不顾忌旁人的眼光。舅舅觉得他天生有歌唱的才华，十分欣赏他的自由奔放，不如以后考虑当个唱歌明星。但外婆却很生气，她宁愿将西碧拉送到修道院，也不愿让她在外面抛头露面。外婆的态度让西碧拉非常不开心，她并不想过那种束缚的生活，更不愿像母亲一样屈服于传统的期待。而另一边的弗兰克，对于昨晚西碧拉和他的亲密接触，他误认为西碧拉对他也有好感，于是他大胆地向她表白，甚至告诉她，他即将回到英国继承1笔遗产，希望她能嫁给他过好日子。西碧拉愤怒地推开弗兰克，果断拒绝了他的示爱。她不愿意依附于任何男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得知弗兰克即将获得1笔巨款，外婆还是劝他考虑这段婚姻，毕竟对他来说，弗兰克是个理想的选择。外婆说道，若她嫁给弗兰克，以后到英国的生活将会衣食无忧。但西碧拉坚定地回应，我不想被你或者任何人安排嫁给一个我不爱的男人。她的坚定让外婆感到震惊，也认为她太过高傲，从来没有考虑过现实的选择。姨妈也来劝慰她，说最好的婚姻不是爱情，而是友谊。你母亲为了爱情而结婚，可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当初也是为了爱而结婚，结果丈夫抛下我跟别人走，我现在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，我连自己是什么身份都不知道，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耻。姨妈的语气充满了无奈和痛苦。姨妈劝她找个能养她一辈子的男人，家庭条件好的，对她还可以的男人嫁了就行。然而西碧拉却反驳道，难道女人就必须依附男人来活吗？我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。几天后，哈利驱车前来迎接西碧拉，邀请她去他家的庄园小住。在庄园里，西碧拉遇到了哈利的姑妈鲍比夫人。
一个看起来非常沉稳严肃的女人。这里的一切都让西碧拉感到新鲜和好奇。哈利总是细心地陪伴着她，他们一起划着船，两人含情脉脉，彼此心生好感。尽管他们才第2次见面，西碧拉却感觉和哈利相识已久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们一起弹钢琴，享受艺术的高雅，彼此欢笑打闹。他们来到庄园的农场，玩累了就会躺在草地上休息。那一刻，西碧拉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乐，这也成了她最快乐的时光。然而姑妈却提醒哈利 She's very young, Harry, and spirited. 哈利很快因为有要事要离开一段时间，西碧拉心里难免有些依依不舍。哈利安慰她说，只要一回来就第一时间来看她。这个约定让西碧拉心里感到些许安慰。回到外婆家，她无时无刻都在想念着哈利，她也一直在等待着哈利回来的那一天。过了1个月，外婆家计划举办一场宴会，管家要单独将邀请函送给哈利。西碧拉听了后心中有些惊讶，原来哈利竟然已经回来了，而且他竟然一无所知。她感觉自己被骗了，他要去问清楚，于是他主动提出自己去送这封邀请函。弗兰克陪着他一起，一路上弗兰克不断说哈利根本不在乎他，这让西碧拉有些生气。等到弗兰克下车去打开农场的护栏时，西碧拉突然决定独自驾车离开，留下弗兰克在身后气得直跺脚。来到了车站，他和哈利再次相见，哈利也并没有表现过多的热情。此时的西碧拉心里一肚子气，因为哈利曾答应过他，一回来就会立刻去看望他，但如今却没能如约。面对他的质问，哈利无言以对，只说自己实在太忙脱不开身。西碧拉冷冷地说道，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一个样。哈利不甘示弱反问道，难道你就不和其他女孩子一样吗？你不也是和附近的男孩子们说说笑笑吗？西碧拉听到这话，气得转身就离开了。哈利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连忙追上来道歉，可西碧拉却不想原谅他。 I thought we were mates. Have we? I'll see you at the ball. 回到家后，他将自己锁在房间里，开始冷静思考。而与此同时，姨妈早已察觉他已经爱上了哈利，她劝西碧拉不要太认真。哈利家境显赫，还听说在墨尔本有很多追求者，外面传他将来可能会娶一位上流社会的富家女。西碧拉平静地回答姨妈，她心里现在已经很清楚哈利不会娶她，曾经也许对她动过情，但现在她早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。姨妈临走时告诉她，盒子里是参加舞会准备的漂亮裙子。最后她还是选择去参加舞会，嘴上说着和哈利不可能，但是心里似乎还是有点期待。然而在舞会当天，哈利竟当着西碧拉的面与一位性感的女人显得格外亲密。整个晚上，哈利都对西碧拉漠不关心，仿佛她只是一个透明的存在。西碧拉的脸上写满了不悦，她尽力在大家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华，希望能引起哈利的注意。随后，哈利邀请她跳舞时，她果断拒绝了哈利，直接转身走向了农场工人聚会的酒吧。虽然这里简陋，但没有勾心斗角能让他感到轻松自在。在那里，他邀请了一位年轻的农夫，两人毫无顾忌地跳起了舞。正当他沉浸在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时，这时外婆领着大家也过来凑热闹。没想到看到外孙女正和农夫跳舞，这样的举动显然有些失了身份。这也被赶来的哈利看到，他气冲冲地走进人群，一把抓住西碧拉，将她拉了出来。怒气冲天的哈利质问他，是不是为了报复我，你才去和那个农夫跳舞的？西碧拉毫不客气地反击他，如果你觉得是报复，那就当是吧。哈利认为他们心有灵犀，是快要结婚的对象，可西碧拉的种种行为让他摸不着头脑。如果想要嫁给他，那就要恪守妇道，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与农夫拉拉扯扯。他激动地上前抱住西碧拉，谁知西碧拉竟打了他一巴掌。这时的西碧拉后悔打了他。Sorry. My fault, it was stupid of me. 接着哈利没再说什么，直接走了。西碧拉坐在那里愣住了，他不明白哈利对他忽冷忽热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这时哈利的姑妈上前来安慰他，并说道哈利已经爱他爱得发疯。然而西碧拉却说，为什么你们总是提结婚这事？ It's natural to want someone as part of you, out of your life. 可西碧拉却说自己不想成为任何人的一部分。那晚哈利出现在西碧拉的楼下，抽着香烟，神情沉重。西碧拉心里挣扎着，最终决定去为刚才的行为道歉。然而哈利此时终于道出了事情的真相，原来他从见到西碧拉的第一眼起就深深地爱上了她，但由于家庭的压力，他一直没有勇气向西碧拉表白。实际上哈利不久前去了巴黎，处理的是他父亲破产的事情，现在他们家的事业已经没落，他一无所有，所以他才故意冷落西碧拉。得知真相后，西碧拉的心瞬间放松了下来。第二天他告诉哈利，他还没准备好，他愿意和他一起努力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。他希望哈利能给他们2年的时间，2年后如果双方的心意依旧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他。然而几天后，西碧拉正打算安静的写作时，却被外婆告知家里父亲欠债无力偿还，必须让西碧拉去债主家做家庭教师，以此免除利息并延缓债务。西碧拉很不愿意，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去债主家。在这个家里，孩子们多得数不清，个个调皮捣蛋，生活环境也远不如西碧拉自己的家。她每天都要忍受这些孩子的粗鲁和野蛮，而这些孩子还时不时嘲笑她，说她的父亲是个酒鬼。最让西碧拉头痛的是，这些孩子对学习毫无兴趣，根本无法与她沟通。西碧拉觉得自己仿佛掉进了另一个世界。与此同时，西碧拉的妹妹安妮也已经长大，并来到了外婆家。安妮很受欢迎，就像当年的西碧拉一样，享受着优雅淑女的生活，还常常和哈利玩得很投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西碧拉收到了母亲的来信，说哈利继承了姑妈的全部财产，又变成了富有的人，
而他和安妮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两人即将结婚。这消息让西碧拉感到震惊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。他想着要写封信给哈利确认这件事，但每次提笔又都撕毁了。这天晚上，他偶遇了农场主的大儿子，两人只是简单的聊了几句。没想到第二天，他的母亲直接找上门，提醒西碧拉他的大儿子将要娶一个有钱的女孩，而西碧拉自己一无所有，根本配不上他。他们误会了西碧拉，但他并不想解释，反而这个误会带来了一件意外的好事。债主家答应让他回家，不用再做家教，欠债也可以暂时不还，等父亲有钱时再偿还。为了避免西碧拉爱上他们的儿子，债主家结束了与他的雇佣关系。西碧拉一时高兴极了，终于摆脱了这种生活。回到自己家后，他变得和以前不同，开始帮助父母做粗重的活。他努力工作，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。就在2年后，哈利突然来到他的家，西碧拉此时一身脏兮兮的，他匆忙整理了一下头发，假装镇定地看着面前的男人。他慌乱地恭喜哈利即将结婚，然后急忙转身跑开。然而哈利却在背后大喊：“我要娶的是你！”他对西碧拉说，他的姑妈急着让他结婚，但他想要的对象却是西碧拉，而不是他的妹妹。 I thought you loved me, and you loved me even a little. 他告诉哈利自己曾经确实想过要嫁给他，但是他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，他不想违背内心的想法去耽误他，更不想靠别人来实现自己的价值。他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作家。最终哈利也理解了他的坚持，选择了尊重他的决定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西碧拉一直坚持写作，并成功完成了自己的第1部作品。他把稿件放进了邮箱，内心充满了期待，也许他会因此一战成名，也许是石沉大海，但他的目光坚定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他都要坚持做自己。或许有人会说和哈利结婚，依靠财富支持才能更容易实现梦想，但他却认为不管在什么时候，女人想要活得漂亮就得自立自强，这才叫真的活明白。